我爸是一家生物制药厂的主任，3天前他给我打电话说最近要加班，可能要住厂里，让我没事别去找他。我当时还开玩笑说爸，你们厂是不是又研发什么新药了？这么神秘。我爸没笑，只是沉默了2秒，然后说了一句：陈白，听爸的话，最近别出门，多买点吃的放家里，还有常用药，越多越好。他的声音很低，还有点抖，像是在怕什么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知道肯定出事了。我爸这个人一辈子谨慎，没谱的事他不会说。爸，到底怎么了？别问。他说你信爸吗？信，那就去买。还有，别跟任何人说，包括你那些朋友。挂了电话，我没敢耽误，立刻就去了超市，里面油盐、罐头、饼干，凡是能放得住的，我都买了一大堆，把我家的储物间塞得满满当当。然后我又去了药店，买了一大堆常用药，还有碘伏纱布、绷带之类的。药店老板看我的眼神都不对，以为我是要开黑诊所。晚上我爸回来了，拎着一个大箱子，身上还穿着工作服，上面沾了不少白色的粉末。爸，你箱子里是什么？我帮他把箱子搬进屋。药，我爸说都是厂里的，我带出来一些。我打开箱子一看，里面全是各种药品，抗生素、退烧药、消炎药，还有好多我叫不上名字的。爸，你带这么多药回来干什么？我爸没回答，只是坐在沙发上点了根烟。他戒烟好几年了，今天居然又抽上了，抽了2口，他才缓缓开口。厂里最近接了个新项目，说是研发一种新型疫苗。然后呢？然后就出事了。我爸说，昨天晚上实验室里跑出来一只实验用的猴子，抓伤了好几个研究员。抓伤而已，至于这么紧张吗？那不是普通的猴子。我爸摇摇头，那只猴子是被注射了实验用病毒的。我心里一沉，什么病毒？我不知道。我爸说那是最高机密，只有实验室的人才知道。但我知道那玩意儿很危险。被抓伤的那几个研究员当天晚上就不对劲了，高烧，说胡话，然后就开始咬人。咬人？我爸点点头，跟疯了一样，见人就咬，力气还特别大，好几个人都按不住。我后背一阵发凉。那被咬的人呢？都隔离了。我爸说，但我估计没用。今天早上有个被咬的保安也开始不对劲了，症状跟那几个研究员一模一样。他顿了顿，又说厂里已经封了，不让进也不让出，说是防止病毒扩散。我是趁乱跑出来的，再晚一步估计就出不来了。我咽了口唾沫，爸，你是说这玩意儿会传染？肯定会。我爸说，而且传染的很快，上面压着消息说是普通流感，但我干了一辈子制药，流感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吗？那我们怎么办？囤货，躲着。我爸说，我已经给你妈打了电话，让她明天就回来。家里的门窗我已经让人加固了，还买了发电机和净水器，这些药省着点用，应该能撑一段时间。第2天我妈回来了，一进门就开始抱怨，说好好的搬不上，非要在家待着。我爸只是笑着听着，一句都不反驳。第3天，也就是今天，出事了。早上我被外面的尖叫声吵醒，爬起来往窗外一看，就看见楼下有个女的被好几个人按在地上咬，那些咬人者动作僵硬，眼神呆滞，跟我爸描述的一模一样。我妈吓得腿都软了，抓着我爸的胳膊一个劲儿的抖。我爸站在窗边，脸色平静，像是早就料到了这一天。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，只说了一句话：儿子把门锁好。我把防盗门反锁，又推过玄关处的鞋柜顶住。我妈还在发抖，抓着我爸的胳膊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。她是中学老师，一辈子教书本上的知识，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？老陈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我爸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但我能看出来他在强装镇定。别问了，问了也没用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活下去。我走到窗边，往下又看了一眼，那个女的已经不动了，趴在地上，血从她身下漫出来，流了一地。咬她的那几个人还蹲在旁边，脑袋一拱一拱的，像是在吃东西。我胃里一阵翻腾，强行压了下去。别看了，我爸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陈白，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。我们3个坐到客厅里，我爸从茶几底下拉出一个黑色背包，打开，里面是一把消防斧，一把工兵铲，还有几把看起来很锋利的匕首。哪儿来的？我问。提前准备的。我爸说，我让厂里安保科的朋友帮忙弄的。还有这个，他从包里摸出一把黑色的东西，推到我面前，是一把枪。真家伙，爸，你哪儿弄的？我吓了一跳。私藏枪支这事儿，哥以前是要坐牢的。别管哪儿弄的，我爸摆摆手，一共12发子弹，省着点用，不到万不得已别开枪，声音太大会把他们都引过来。我点点头，把枪放回桌上。我爸又说，家里的情况你也清楚，里面油够吃3个月，压缩饼干和罐头能撑更久。水的话，桶装水有20桶，加上净水器，省着点用应该没问题。发电机有2台，汽油我存了2大桶，在阳台。那药呢？我问。药是最充足的。我爸指了指储物间的方向，我带回来的那些，加上你买的，常规病都能对付。但有一点，抗生素别乱用，真到救命的时候再拿出来。我妈这时候稍微缓过来了一点，插嘴道：老陈，我们总不能一直躲在家里吧？政府肯定会管的吧？警察、军队。我爸沉默了一下，说：别指望了。什么意思？这种病毒传染速度太快了。我爸的声音很低，从抓伤第1个研究员到现在才3天，3天厂里就全乱了。你想想，一个工厂都控制不住，一座城市呢？我妈脸色发白，不说话了。正说着，门铃响了，叮咚叮咚，我们3个同时愣住了。我走到玄关，没敢凑到猫眼跟前，贴着墙小声问：谁？外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带着哭腔：陈叔，陈白，是我，李雪，你们开门，求你们了。李雪，住对门的姑娘，刚搬来没多久，平时见面打个招呼，不
不算熟。怎么了？我问。外面有怪物。李雪的声音都快破了。我男朋友他被咬了，你们让我进去躲躲行不行？求你们了！我回头看了一眼我爸，我爸摇了摇头，嘴唇动了动，无声的说了2个字：别开。我妈却急了，站起来就要往门口走。哎呀，是小李啊，多可怜，让他进来吧，坐下。我爸低喝一声，一把按住他。他进来了，我们都得死。你知道他有没有被咬伤？你知道他身上带不带病毒？可是没有。可是我爸打断他，这不是心软的时候。门外的李雪还在哭，敲门声越来越大。后来他不敲了，改成用身体撞门，撞的门板咚咚响。再后来，外面传来一声尖叫，然后是撕扯的声音，还有咀嚼声。我妈捂住嘴，眼泪哗哗的往下掉，不敢哭出声。我爸站起身，走到我身边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记住今天他说，以后这种事还会有很多，你要是想活下去，就得狠下心。我点点头，就他拿我爸妈的命换吗？换不起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就这么躲着，电视还能看，但大部分频道都停了，只剩下几个新闻台在循环播放，说这是新型流感病毒，让大家居家隔离，不要恐慌。可画面里那些失控的人群、翻倒的车辆、街道上的血迹，怎么看都不像是普通流感。到了第5天，电视彻底没信号了，手机也一样，我们彻底和外界断了联系，日子变得很单调，每天就是吃饭、睡觉，盯着窗外，计算着物资还能用多久。第7天的时候，出了个小意外，阳台的防盗网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，哐当一声响，我抄起消防斧走过去，借着月光看见防盗网外面挂着一只丧尸，是楼上那个每天打太极的老头。我家在6楼，他是从楼上掉下来的，还是爬上来的？我心里一紧，如果他们会爬楼，那防盗网未必挡得住。那怪物撞了几下没效果，挂了一会儿，手脚一松，掉了下去。楼下传来一声闷响。第2天一早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爸，加固。我爸当机立断，把所有窗户都钉死，只留一个通风口。可是家里没有那么多木板。去对门，我爸说，李雪家装修的时候我见过，阳台堆了不少木板。我妈脸色发白，可是那里有一个而已。我爸说，陈白，你跟我去。我握紧了手里的消防斧，点了点头。这一关迟早要过，总不能一辈子躲在屋里，等着怪物找上门来。我爸搬开鞋柜，解开门锁上的铁链，他手里拿着工兵铲，深吸一口气，我数3声，开门，你站我后面，看准了再动手。3、2、1，咔嗒一声，门锁开了。门刚拉开一条缝，一股腥臭味扑面而来，一个黑影猛地扑了过来。我爸早有准备，手里的工兵铲横着一扫，啪的砸在那东西脑袋上。那东西被砸得歪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扑了上来。是李雪，她的脸已经烂了一半，一只眼睛掉在眼眶外面，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的，满是血污。陈白，砍！我爸吼道。我脑子一片空白，几乎是本能的举起消防斧，朝着他的脑袋劈了下去。扑哧一声，斧头砍进了他的头骨里，卡在那儿，拔不出来。李雪的动作停住了，身体晃了晃，直挺挺倒了下去，黑红色的血溅了我一脸。我站在那儿，喘着粗气，手还在抖。这是我第一次杀人。哦不，他已经不是人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缓过来，把斧头从他脑袋里拔出来。没事吧？我爸问。没事。我抹了一把脸上的血，声音有点哑。我们进了李雪家，她男朋友的尸体躺在卧室门口，脖子被咬掉了一半，死了很久了。我没多看，阳台果然堆着不少木板，还有一整盒钉子和一把锤子。我们把木板搬回了家，用了整整1下午，把所有窗户都钉死了，只在客厅窗户最上面留了一条小缝通风。钉完最后一颗钉子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我坐在地上，背靠着墙，浑身是汗。我爸递给我一瓶水。害怕吗？他问。我喝了一口水，摇了摇头。其实还是怕的，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，像是麻木，又像是兴奋。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从今天起，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陈白了。这个世界变了，我也得变。第10天，我们遇到了第一个真正的麻烦。我妈开始咳嗽，一开始只是偶尔咳2声，我们都没当回事。可到了晚上，她咳得越来越厉害，脸憋得通红，还发起了低烧。我爸摸了摸她的额头，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。肺炎，他说。严重吗？我问。现在还不好说。我爸摇摇头，得用抗生素，口服的见效太慢，得输液。箱子里有输液用的吗？有，但不多。我爸皱着眉，只有2盒头孢曲松，还有几瓶生理盐水，撑不了几天。那怎么办？我爸沉默了一下，说得出去找。附近有个社区医院，离这儿大概2公里，那里肯定有抗生素。我看了一眼被木板钉死的窗户，外面静悄悄的，偶尔能听到远处传来几声嘶吼。我去。我说。你一个人？我点点头。你留下来照顾我妈，她现在这个样子，身边不能没人。我爸沉默了一会儿，说太危险了，再危险也得去。我说总不能看着我妈病死吧。我爸知道我说的对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点点头。行，但你得听我的，我怎么说你怎么做。接下来的1个小时，我爸开始给我做准备。后加课，硬纸板缠胳膊腿防药，工兵铲、匕首、枪、12发子弹，不到万不得已别用，2瓶水，几块压缩饼干、碘伏和绷带。记住，我爸一边收拾一边说，那些东西看不见静止的东西，但对声音和动静特别敏感，走路要轻，别跑，他们的弱点在脑袋，只有破坏大脑才能彻底杀死。我一一记下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拉开门走了出去。楼道里很暗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腐臭味，混着血腥味，让人作呕。我贴着墙，轻手轻脚地往下走。5楼的门开着，里面传来低沉的嘶吼声。我放慢脚步，停住呼吸，一步一步挪了过去。到了1楼，我停住了。单元门的玻璃碎了一地，门口躺着几具尸体，死状都很惨。我握紧了手里的工兵铲，深吸一口气，推开门走了出去。外面是白天，阳光很好，照在身上暖洋洋的。如果不是满地的狼藉和远处偶尔传来的嘶吼，简直像是一个普通的周末早晨。小区里很安静，太安静了。以前这个时间，楼下早就全是人了。
忍了。可现在一个活人都看不到，只有几只丧尸在漫无目的的晃悠。我贴着墙根，尽量放轻脚步，朝着小区大门的方向挪。刚走没几步，一只离我最近的丧尸突然停下了脚步，朝着我这边转过了头。我心里一紧，立刻停下脚步，屏住呼吸，一动不动。他盯着我站的方向看了几秒钟，似乎没发现什么，又慢慢转了回去，继续晃悠。我松了口气，我爸说的对，他们看不见静止的东西，出了小区大门就是街道，街道上的景象比小区里惨多了。翻倒的汽车横七竖八的堵在路上，有的还在冒烟，地上到处都是行李、衣物、散落的杂物，当然还有尸体。丧尸比小区里多得多，每隔几十米就能看到一两只。我沿着路边的店铺走，尽量利用车辆和杂物做掩护。2公里的路，平时开车5分钟就到了，我走了快1个小时，中间有2次差点被发现。一次是我踩碎了一个玻璃瓶，附近的几只丧尸立刻朝这边看了过来，我当时就站在一辆翻倒的面包车旁边，想都没想，直接钻到了车底下。他们围了过来，在车周围转来转去，嘶吼着，爪子扒着车身，发出刺耳的刮擦声。我趴在车底，攥着工兵铲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好在他们智商不高，转了几圈没找到人，就慢慢散开了。我在车底又趴了10几分钟，确认他们都走远了，才敢爬出来。还有一次是在一个十字路口，我刚拐过去，就差点和一只丧尸撞个正着。那东西离我不到2米，腐烂的臭味直冲脑门。我反应快，没等他扑过来，手里的工兵铲横着就抡了出去，啪的一声，结结实实砸在他脑袋上。他的脖子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歪了过去，倒在了地上，但还没死，手脚还在抽搐。我咬咬牙，举起工兵铲，朝着他的脑袋又狠狠砸了几下，直到他彻底不动了，我才停手。我的手在抖，不是怕的，是用力过猛。杀怪物这种事，果然是一回生二回熟。第一次杀李雪的时候，我吐了半天，现在砸烂一个怪物的脑袋，我居然连一点恶心的感觉都没有了。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社区医院就在前面，医院不大，只有2层楼，门是开着的，玻璃碎了一地。我在门口观察了一会儿，没看到有丧尸进出，但这不代表里面没有。我握紧工兵铲，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。1楼是挂号大厅和药房，大厅里很乱，椅子倒了一地，地上有不少血迹，但没看到尸体，也没看到丧尸。我径直走向药房，药房的门是开着的，里面的药架倒了一半，药瓶药盒撒得满地都是。我蹲下来开始翻找，头孢、青霉素、阿奇霉素，凡是抗生素，不管口服的还是输液的，全都往包里塞，还有退烧药、消炎药、止痛药，能拿多少拿多少。除了药，我还找到了几盒注射器、输液管，还有2包医用口罩和几瓶酒精，都是好东西。就在我翻得起劲的时候，楼上传来了脚步声，很慢很拖沓，还有嘶吼声。我心里一紧，立刻停下动作，屏住呼吸。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，越来越近，一只丧尸从楼梯上走了下来，是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，半边脸都烂了，一只眼睛挂在脸上，晃来晃去的。他似乎闻到了什么，朝着药房的方向慢慢走了过来。我蹲在药架后面，握紧了工兵铲，近了，更近了。他走到药房门口，停下了脚步，脑袋左右晃了晃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猛地站了起来，手里的工兵铲朝着他的脑袋就劈了下去。扑哧一声，铲刃砍进了他的脑袋里，卡在了头骨上。他嘶吼一声，朝着我扑了过来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双手握住铲柄，用力一拧，咔嚓一声，像是骨头碎裂的声音。他的身体软了下去，倒在了地上。我拔出工兵铲，喘了口气，还好只有一只。我没敢多待，把剩下的药胡乱塞进包里，转身就走。刚走到大厅，我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：救命！有人吗？救命！是个女人的声音，很虚弱，像是从楼上传来的。我停下了脚步，有人？活人？我犹豫了一下，救还是不救？救的话，不知道楼上什么情况，有多少怪物，风险太大。而且救了他，然后呢？带他回去。我们家的物资本来就只够3个人用，多一张嘴就多一份消耗。谁知道他是什么人？有没有被咬？会不会带病毒？李雪的例子还在眼前。我摇了摇头，不救，我凭什么救他？我自己都自身难保。我咬了咬牙，转身就往外走。救命！求求你，我听到你的声音了，别走！女人的声音还在身后响着，带着哭腔，越来越虚弱。我没回头，加快脚步走出了医院。回去的路上，我绕了点远路，顺便去了一趟路边的便利店。便利店的门是关着的，但玻璃碎了一个洞，我钻了进去。店里很乱，吃的东西被抢得七七八八，但还是剩下了一些。我又往包里塞了不少巧克力、能量棒、矿泉水，还有几包香烟。我爸戒烟好几年了，但我觉得这种时候烟可能比钱还管用。临走的时候，我在收银台后面看到了一具尸体，是便利店的老板，肚子被剖开了，手里还攥着一根铁棍，应该是反抗过。我没多看，转身走了。回到小区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。我刚进单元门，就听到上面传来了说话声：大哥，你就行行好，让我们进去吧，我们真的没被咬。是个男人的声音，很年轻。然后是我爸的声音，很冷，滚。我皱了皱眉，加快脚步往上走。到了6楼，我看到我家门前站着2个人，一男一女，都很年轻，20多岁的样子，身上脏兮兮的，脸上带着恐惧。我爸站在门里，手里拿着消防斧挡在门口。陈白，我爸看到我愣了一下，那2个人也回过头来看我。兄弟，那个男的像是看到了救星，立刻朝我走了过来。兄弟，你能不能跟你爸说说，让我们进去躲躲？我们从城东走过来的，
走了一整天，实在是走不动了。我没理他，径直走到门口，问我爸怎么回事。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，我爸说在这儿敲了半天门了。那个男的还在说，兄弟，我们真的不是坏人，你看，这是我女朋友，她都快吓哭了。我看了他们一眼，说走吧。啊，男的愣了一下，我说走吧，我重复了一遍，声音很冷，我们这儿不收人。别啊，兄弟，男的急了，我们可以干活，我们可以帮你们找物资，什么都能干。不用，我说再不走我就动手了。男的脸色变了变，似乎没想到我这么不近人情，他咬了咬牙说，你们怎么能这样？大家都是幸存者，互相帮助一下怎么了？我笑了一下，互相帮助？这种时候谁跟你互相帮助？我没再跟他废话，举起手里的工兵铲往前迈了一步，滚！那个男的吓得往后退了一步，脸色发白。他看了看我手里的工兵铲，又看了看我爸手里的消防斧，最终咬了咬牙，拉着那个女的转身走了。走的时候，那个女的还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充满了怨恨。我不在乎，怨恨算什么？能当饭吃吗？能救命吗？我打开门走了进去，拿到了吗？我爸问。拿到了。我把背包卸下来扔在桌上，不少，应该够用一阵子了。我爸点点头，又看了我一眼，说刚才那2个人你做的对。我笑了一下，没说话。对不对的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得让我爸妈活下去，其他人关我屁事。我妈的病好得很快，输了3天液，烧就退了，咳嗽也轻了很多。我爸说再巩固2天就没事了。我松了口气，但新的麻烦又来了，我们被人盯上了。事情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，我正在守夜，突然听到楼下有动静，不是怪物的嘶吼，是人的说话声。我走到窗边，从木板的缝隙里往下看，楼下的空地上站着7、8个人，手里都拿着家伙，钢管、菜刀、棒球棍，什么都有。领头的是个光头男，30多岁，个子很高，光着膀子，身上纹着一条龙，看起来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他们在挨家挨户的砸门，里面的人听着，光头男的声音很大，我们是城东救援队的，专门来救幸存者的，赶紧开门跟我们走，晚了我们就不管了。救援队？我冷笑了一声，真要是救援队，会拿着菜刀钢管，会半夜3更砸人家门？骗鬼呢！果然砸了几家没人开门之后，光头男不耐烦了，妈的，给脸不要脸！他啐了一口，给我砸，把砸开的东西都搬走。他身后的几个人立刻冲了上去，开始砸1楼住户的防盗门，哐哐哐的砸门声在夜里格外刺耳。我皱了皱眉，这些人是来抢东西的，而且听他们的意思是要挨家挨户的搜，那迟早会搜到我们家来。我爸也被吵醒了，走了过来，往楼下看了一眼，脸色沉了下来。是混混，他说这种时候最危险的就是这种人，怎么办？先别出声。我爸想了想，他们不一定能搜到6楼，就算搜到了，我们这门是防盗门，还有鞋柜顶着，他们一时半会儿砸不开。我点点头，希望如此吧，但我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我的预感应验了，第2天下午，他们搜到了我们这栋楼，我在屋里都能听到他们砸门的声音，还有骂骂咧咧的说话声。1楼、2楼、3楼，一层一层往上搜。我妈吓得脸都白了，抓着我的胳膊，手冰凉。别怕，我拍了拍她的手，有我和我爸呢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我心里也没底，对方有7、8个人都拿着武器，我们只有2个男人，我妈还没完全好，真要是打起来，未必打得过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我们不能开枪，枪声会把周围的怪物都引过来，到时候谁都活不了，只能用冷兵器硬拼。我和我爸对视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凝重。陈白，我爸低声说，一会儿如果他们真砸门，我在前面挡着，你找机会偷袭，瞄准脑袋，一斧子一个，别犹豫。好，我们俩拿起武器，站在门后等着。4楼、5楼，终于他们到了6楼，就剩这家了。一个声音响了起来，砸开看看，然后是哐的一声，有人踹了一脚门，门纹丝不动，哟，还挺结实。另一个声音笑了，里面肯定有人，不然不会顶这么严实。里面的人是那个光头男的声音，我们知道你在家，赶紧开门，把东西交出来，我们不为难你，不然等我们砸开了，可就没这么好说话了。我和我爸都没出声，妈的，给脸不要脸！光头男骂了一句，给我砸！轰轰轰！砸门声一声接一声，震得门板都在抖。我握紧了手里的消防斧，手心全是汗。砸了大概有几分钟，门还是没开。妈的，这门怎么这么硬？有人骂道：“龙哥，怎么办？”那个被叫做龙哥的光头男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去对门看看，对门要是没人，就从阳台翻过去。”我心里一沉，对门是李雪家，他家的门，我们上次进去拿木板的时候好像没锁，坏了。我爸也变了脸色，快！他低声说：“去阳台。”我们俩赶紧跑到阳台，阳台和李雪家的阳台是挨着的，中间只隔了不到1米。如果他们从那边翻过来，根本挡不住。我刚跑到阳台，就看到对面阳台出现了一个人影，是个瘦高个，手里拿着一把菜刀。他往我们这边看了一眼，咧嘴笑了：“龙哥，这边有人。”他回头喊了一声：“翻过去。”龙哥的声音从对面传来，瘦高个应了一声，把菜刀别在腰上，双手抓住阳台栏杆，就要往这边翻，不能让他过来。我心里闪过这个念头，想都没想，举起手里的消防斧，朝着他的手就砍了过去。扑哧一声，斧头砍在了他的手腕上，直接砍断了一半。瘦高个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手一松，从阳台上掉了下去。楼下传来一声闷响，然后是几声怪物的嘶吼。我站在阳台上，喘着粗气，手里的斧头还在滴血。我妈在后面尖叫了一声，捂住了嘴。我爸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没说话。对面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是龙哥暴怒的声音：“妈的，敢杀我的人，我弄死你！”龙哥，怎么办？有人问。怎么办？龙哥冷笑一声，他不是能砍吗？我就不信他能一直守着，给我守在这儿，我就不信他们不出来。等他们没吃的没喝的，我看他们能撑多久。我心里一沉，他们要耗着，这可麻烦了。我们的物资虽然不少，
但也不是无限的，而且他们守在门口，我们连出门都不行。更麻烦的是，刚才那个瘦高个的惨叫，还有掉下去的声音，肯定已经把附近的怪物都引过来了。楼下传来了越来越多的嘶吼声，这样下去，不用他们动手，我们就得被怪物困死在这儿。我爸也想到了这一点，脸色很难看，不能跟他们耗。我爸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们得走。”走去哪儿？去厂里。我爸说：“我工作的那个制药厂，厂区有围墙，有安保，比家里安全多了。而且厂里有地下仓库，还有食堂，物资肯定不少。最重要的是，那里有完整的实验室和药品储备。可是厂里不是爆发病毒的地方吗？那里不是更危险？危险是危险。”我爸点点头，但那是刚开始的时候。现在过去这么久了，里面的人要么变成了怪物，要么跑了。怪物又不会开门，只要我们把门锁好，反而比外面安全。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而且厂里的地下实验室是全封闭的，有独立的通风和供电系统，还有厚厚的防爆门，只要躲进那里，就算外面天塌下来都不怕。”我想了想，觉得有道理。继续待在家里，迟早会被这些混混耗死，还不如拼一把去药厂。行，我点点头。那什么时候走？今晚。我爸说：“趁天黑走。这些混混守了一天，晚上肯定会放松警惕，而且天黑，怪物也不容易发现我们。”我妈这时候走了过来，脸色发白：“老陈，外面那么多怪物，还有那些坏人，我们能走得了吗？”能。我爸看着他，语气很坚定：“相信我。”我妈看着他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我们开始收拾东西，钥匙最重要的全部打包，然后是食物和水，挑轻便、高热量的带，压缩饼干、巧克力、罐头，装了满满2大包，武器也都带上，消防斧、工兵铲、匕首，还有那把枪和12发子弹。收拾完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我们先走到门口，听了听外面的动静，外面很安静，只有偶尔传来的打哈欠声和说话声。那些混混还在，不能从正门走。我爸说：“从阳台顺着排水管爬下去。”我愣了一下，6楼。我爸点点头。我以前干过安装工，爬过比这还高的。你年轻，肯定没问题。他看了一眼我妈，我妈脸色发白，但还是咬了咬牙：“我能行。”我爸先下去了，他的动作很稳，一看就是经常干这种活的。很快，他就爬到了1楼，蹲在墙根朝着我们挥了挥手：“安全，该你了，妈。”我说。我妈往下看了一眼，腿立刻就软了。我恐高，别怕。我抓住她的手，你抓着排水管，慢慢往下挪。我爸在下面接着你，没事的。我妈深吸一口气，点了点头。她抓住排水管，小心翼翼地翻了出去。一开始她还很害怕，爬得很慢，但爬了2层之后，似乎找到了感觉，速度快了一些。终于，她也爬到了1楼。我爸上前接住了她。轮到我了，我把2个背包背在身上，又把消防斧别在腰上。就在我准备翻出去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屋里传来了一声巨响，哐，是门被砸开的声音。他们进来了，我心里一紧，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从阳台跑了，不然他们肯定会追。我想了想，转身跑进客厅，拿起桌上的一个玻璃杯，朝着卧室的方向扔了过去。啪的一声，杯子摔碎了。然后我又故意在客厅里跺了几脚，制造出有人在里面的声音。外面的脚步声果然停了。龙哥，里面好像有人，追！脚步声朝着卧室的方向跑去。就是现在！我转身跑回阳台，抓住排水管，快速往下爬。爬得太快，手心都磨破了，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终于，我爬到了1楼，跳了下去。快走！我爸低声说。我们3个猫着腰，沿着墙根，快速朝着小区后门的方向跑去。身后传来了龙哥暴怒的吼声：“妈的，人呢？给我找！”还有越来越多的怪物嘶吼声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6楼的阳台亮着灯，几个人影在上面晃来晃去。他们发现我们跑了，但没关系，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我们早就走远了。我转过头，跟着我爸消失在了夜色里。从小区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后半夜了，月亮被云遮住了，天很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我们3个猫着腰，沿着墙根往前走。我走在最前面开路，我爸断后，我妈在中间。街道上比白天安静，但也更危险。白天至少能看到怪物从哪儿来，晚上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能靠耳朵听。那些怪物的嘶吼声在夜里传得特别远，忽远忽近的，让人心里发毛。往哪儿走？我低声问我爸。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东，我爸的声音从后面传来。过2个路口，有一条小巷子，穿过去就是老城区，那边人少，怪物也少。好，我点点头，继续往前走。刚走了没多远，我突然听到前面传来了脚步声，很慢，很拖沓，还有低沉的嘶吼声。有怪物！我立刻停下脚步，伸手示意后面的人别动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一只怪物从前面的拐角处走了出来，慢悠悠地晃着，正好挡在路中间。我屏住呼吸，慢慢往后退，退到旁边一个单元门的门洞里头躲了起来。我们3个挤在狭窄的门洞里，大气都不敢出。那只怪物晃悠着从我们面前走了过去，它离我最近的时候不到1米，我甚至能闻到它身上那股腐臭味。等它走远了，听不到声音了，我才松了口气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一路上又遇到了好几只怪物，都被我们躲过去了。好在夜里怪物的行动似乎比白天慢一些，反应也迟钝一点。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，我们到了我爸说的那个小巷子。巷子很窄，两边都是高墙，只能容2个人并排走。里面很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这巷子能穿过去吗？我问。能。我爸说，我以前上班抄近路走过，穿过去就是老城区。我点点头，打开手电筒往里面照了照，光柱的尽头是黑暗，看不到头。走吧。我握紧了手里的工兵铲，率先走了进去。巷子很安静，只能听到我们自己的脚步声和呼吸声。两边的墙很高，把月光都挡住了，只有手电筒的那一点光。走了大概有几分钟，前面突然出现了一堆东西，挡住了去路。我用手电筒照了照，是几辆翻倒的自行车，还有几个垃圾桶，乱七八糟的堆在一起，把整个巷子都堵死了。
有人把路堵了。我说看样子是故意的。我爸皱了皱眉，难道前面有幸存者？有可能。我说他们堵路可能是为了防止怪物进去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翻过去。我看了看那堆东西，不算太高，翻过去应该没问题。行，我说我先翻过去看看情况。我把背包递给我爸，然后爬上了那堆杂物。刚翻到一半，我突然听到对面传来了一个声音，谁？是个男人的声音，很警惕。我心里一紧，停下了动作。别开枪！我喊道，我们是幸存者。对面沉默了几秒钟。幸存者？那个男人的声音再次响起。几个人？3个。我说我爸我妈。有被咬吗？没有，我们都好好的。又沉默了一会儿，等着。然后是一阵脚步声，似乎有人走了。我站在杂物堆上，有点尴尬，不知道该下去还是该等着。等了大概有几分钟，对面传来了更多的脚步声，然后杂物堆被人从对面挪开了一个缺口，一个男人出现在缺口处，手里拿着一把猎枪，对准了我。他身后还站着2个人，一男一女，也都拿着武器。下来吧。拿猎枪的男人说，慢慢的，别耍花样。我举起手，慢慢从杂物堆上跳了下去。我爸和我妈也跟着走了过来。那个男人用枪对着我们上下打量了半天。从哪儿来的？他问。城西的小区。我说家里待不下去了，想去城东的药厂躲躲。药厂？男人挑了挑眉，你说的是那个生物制药厂？我点点头。我爸是厂里的主任，那里有地下实验室，安全。男人看了我爸一眼，似乎在判断他说的是不是真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放下了枪，跟我来吧。他说我们老大要见你们。他们的据点在巷子尽头的一个院子里，院子不大，是个老式的4合院，围墙很高，大门是厚厚的木门，很结实。院子里有不少人，大概有10几个，男女老少都有。他们看到我们进来，都好奇地看了过来。屋里走出来一个女人，40多岁的样子，穿着一身运动服，短发，看起来很干练。我是这儿的负责人，姓张，你叫我张姐就行。她看着我爸，你是药厂的陈主任，我听说过你，我是市2院的护士长，张护士长。我爸点了点头。进来说话吧。张姐侧身让开了路，我们跟着她进了屋。屋里很暖和，生着炉子。你们怎么想到要去药厂？张姐问。家里待不下去了，我爸说有一伙混混盯上我们了，要抢我们的东西，没办法，只能跑出来。张姐点点头，似乎对这种事已经见怪不怪了。陈主任，我跟你商量个事。他说我们这儿有10几个人，都是幸存者。这个院子虽然暂时安全，但不是长久之计，物资越来越少，周围的怪物也越来越多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们跟你们一起去药厂，人多力量大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到了那儿，我们也不白住，什么活都能干。我爸愣了一下，看向我，我皱了皱眉，带他们一起去。不行，人多了，消耗就大。药厂的物资虽然多，但也不是无限的，10几个人坐吃山空，撑不了多久。而且人心隔肚皮，谁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来路？万一他们到了药厂，反客为主，把我们赶出去怎么办？那个龙哥的例子还在眼前。我摇了摇头，对我爸使了个眼色。我爸明白了我的意思，转过头对张姐说，张护士长，不是我不想带你们，只是药厂那边我也不确定现在是什么情况，万一里面全是怪物，我们去了就是送死。这样吧，我们先过去看看情况，如果真的安全，我们再回来接你们。张姐看着我爸，看了一会儿，笑了笑。陈主任，你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。他说，你们这一去还会回来吗？我爸脸色变了变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张姐说，你担心我们人多，去了跟你们抢物资，抢地盘，是不是？我没说话，算是默认了。陈主任，你放心。张姐说，我们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，而且人多也有人多的好处，10几个人轮流站岗，搜集物资，清理怪物，不比你们3个人强。他说的似乎有道理，但我还是不放心。这种时候，人心最不可靠。张姐，我开口了，不是我们不想带你们，是真的太危险了。10几个人一起走，目标太大，很容易吸引怪物，到时候我们谁都活不了。张姐看着我，眼神冷了几分。这么说，你们是不打算带我们了？不是不打算带，我说是现在不行，等我们确认药厂安全了，一定回来接你们。呵呵。张姐笑了一声，小年轻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她站起身，走到门口，喊了一声，老王、小李，进来一下。刚才那个拿猎枪的男人，还有另外一个年轻男人走了进来，他们手里都拿着枪。我心里一沉，果然没那么好说话。张护士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爸站了起来，脸色很难看。没什么意思。张姐淡淡的说，陈主任，我敬你是个文化人，不想来硬的，但你也别逼我。你们想去药厂可以，但必须带上我们，不然你们今天恐怕走不出这个院子。我握紧了手里的工兵铲，我爸也把手背到了身后。我知道他腰上别着那把枪，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。我在心里快速盘算着，对方有3个人拿枪，我们只有1把枪，真打起来我们肯定吃亏，而且外面还有10几个人，就算我们能解决屋里这3个，外面的人冲进来我们也跑不掉，硬拼肯定不行，只能先答应他们，路上再想办法。想到这儿，我松开了手里的工兵铲，对张姐笑了笑。张姐别激动，我说有话好好说。行，我们带你们一起去，但是丑话说在前面，路上一切听我们的，我说怎么走就怎么走，谁要是不听指挥，出了事我们概不负责。张姐看着我，似乎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服软了，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行，她说没问题，都听你的。还有，我继续说，到了药厂一切按规矩来，不许抢东西，不许惹事，谁要是不守规矩，我们就把谁赶出去。可以。张姐答应的很痛快，我心里冷笑，都听我的。真到了那儿，
还不知道谁说了算呢。但没关系，路还长着呢，走着瞧。我们在院子里休息了几个小时，天快亮的时候出发了。加上我们3个，一共16个人，人确实多了点，但也不是全是坏处，至少遇到小古怪物不用躲了，直接就能解决。张姐他们的人里有几个以前是当兵的，还有一个是警察，都有枪，战斗力不弱，这也是我答应带他们的原因之一。路上有他们开路，能省不少事，当然也更危险，人多了目标就大，更容易吸引怪物，而且身边跟着一群不知道底细的人，比怪物还让人不放心。我一直很警惕，走在队伍最后面，眼睛时刻盯着前面的人。我爸走在我旁边，低声问我：“你真打算带他们去药厂？”当然不，我也压低声音，先利用他们过了最危险的那段路。等进了老城区，人少了，找个机会甩掉他们。我爸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这样做不地道，但地道值几个钱，能救命吗？一路上遇到了好几波怪物，最多的一次有7、8只。张姐手下那几个当过兵的确实厉害，几枪就解决了，枪法很准，但枪声也引来了更多的怪物。我们不得不加快脚步，一路小跑着往前赶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我们终于进了老城区。老城区的街道更窄，房子更旧，人也更少，相应的怪物也少了很多。我觉得时机差不多了，大家休息一下吧。我停下脚步，对着队伍喊道：“前面有个小超市，我去看看有没有吃的，你们在这儿等着。”张姐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我让老王跟你一起去吧，2个人有个照应。”不用，我摇摇头，我一个人就行。人多了目标大。张姐盯着我看了几秒钟，似乎在判断我是不是想跑。行，她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那你小心点，快去快回。我转身朝着旁边的一条小巷子走去，走了几步，我拐了个弯，确认他们看不到我了，立刻撒腿就跑，甩掉了。接下来就是去和我爸妈会合了。哦对了，我爸妈还在队伍里，刚才我故意一个人出来，就是为了让张姐放松警惕。她以为我爸妈还在她手里，我肯定会回去，但她没想到我根本就没打算回去。我爸妈他们自己能跟上。我爸不是普通人，他干了一辈子车间主任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，而且他身上有枪，还有匕首。张姐他们虽然人多，但只要我爸想跑，他们未必拦得住。我相信我爸，而且就算他们暂时被拦住了也没关系，张姐不会把他们怎么样的。他们还指望着我爸带路去药厂呢。我呢，我可以先去药厂，然后再想办法回来救他们。我摇了摇头，继续往前走，先到药厂再说。我一个人走，速度快了很多，而且目标小，不容易被怪物发现。下午3点多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了药厂的大门，比我预想的早了好几个小时。我在门口观察了一会儿，确认周围没什么怪物，才掏出我爸提前给我的备用钥匙，打开了小门。厂区里很安静，和我预想的一样。我沿着围墙绕到了办公楼后面，找到了地下实验室的入口，输入密码，打开防爆门，一切都很顺利。我走进地下实验室，关上门，然后瘫坐在了地上。终于到了，接下来就是等我爸妈了。我相信他们会来的，一定。我在地下实验室里等了整整1夜。第2天早上，我终于听到了外面传来的敲门声，不是怪物的那种撞门声，是有节奏的敲击声，3短1长，是我爸和我约定的暗号。我一下子站了起来，冲到门口，按下了开门按钮，厚重的金属门缓缓打开，门口站着我爸和我妈。我妈看起来有点狼狈，头发乱了，衣服也脏了，但没受伤。我爸也好不到哪儿去，脸上有一道血痕，手里的枪还攥着，指节都发白了。爸妈，我激动地喊了一声儿子。我妈看到我，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，冲过来抱住了我。我爸站在旁边看着我，笑了笑：“你小子。”他说：“跑得倒是快。”我挠了挠头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张姐那帮人呢？追了。我爸说，但老城区巷子多，绕了几圈就甩掉了。不过有个叫老王的，一直跟着我们，跟到了厂区门口。我心里一紧，然后呢？然后我爸冷笑了一声，抬了抬手里的枪：“你说呢？”我愣了一下，我爸把他杀了。我爸看着我的表情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儿子，你还是太嫩了。”他说：“这种人放他回去就是放虎归山，万一他带着人找过来，麻烦就大了。”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。我爸说的对，是我考虑不周。走吧，我爸说，先进去，有什么事进去再说。我们3个走进了地下实验室，金属门在我们身后缓缓关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，像是一个时代的落幕，又像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。地下实验室比我想象的还要好，厚厚的防爆门，独立的供电和通风系统，还有完整的净水设备。药品仓库里什么药都有，别说肺炎了，就算是做手术都没问题。墙角堆着的压缩食品和饮用水，够3个人吃半年的。这里简直就是为末日准备的完美避难所。我妈松了口气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眼泪都下来了。太好了，终于安全了。我爸拍了拍她的背，没说话。我站在原地，环顾四周，心里却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。安全是安全了，然后呢？我们要在这里待多久？1个月、1年，还是一辈子？外面的世界变成什么样了？政府还在吗？还有其他幸存者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从今天起，我们一家3口就要在这个地下的牢笼里活下去了。接下来的日子过得很快，也很慢。快是因为每天都没什么事做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发呆，时间一晃就过去了。慢是因为太无聊了。地下实验室里没有窗户，看不到白天黑夜，只能靠钟表判断时间。每天都一样，没有变化，没有惊喜，也没有希望。我爸倒是很适应，他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，检查设备，整理药品，规划物资消耗，还把休息室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我妈一开始还不太适应，总念叨着什么时候能出去，但过了一段时间，她也慢慢习惯了。
惯了。他把带来的毛衣拆了，重新织了拆，拆了织，倒是也能打发时间。我呢，我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去监控室。对，这里还有监控系统，厂区里的摄像头还在工作，虽然有不少已经坏了，但剩下的那些足够让我看清厂区里的情况。每天我都会坐在监控屏幕前，看上好几个小时，看那些在厂区里游荡的怪物，看远处街道上偶尔闪过的人影，看监控画面里灰蒙蒙的天空。有时候我会想，那些怪物他们还能算是人吗？他们以前可能是工人，是研究员，是像我爸一样的普通人，但现在他们只是行尸走肉。有时候我还会想，那个光头龙哥还有张姐他们怎么样了？他们有没有找到新的落脚点？还是已经变成了怪物的食物？我不知道，也不关心，他们的死活跟我没关系，我只关心我爸妈的死活。我爸在实验室的档案柜里找到了一些关于那个病毒的资料，原来那个病毒叫 X 病毒，是军方委托药厂研发的生物武器，它的致死率是100%，而且传播速度极快，通过体液和飞沫传播，甚至可能还能通过空气传播。军方本来是想把它做成武器的，结果实验失控，病毒泄露了。我爸说，幸好我们躲在地下实验室里，这里的通风系统有过滤功能，能过滤掉病毒。要是在外面，就算不被怪物咬，也有可能被感染。我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人祸，不是什么天灾，也不是什么意外，是人类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深渊，真是讽刺。我们在地下实验室里待了大概1个月，物资还剩很多，按照消耗速度，再撑半年都没问题。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待下去，直到物资耗尽，或者外面的病毒自己消失。直到那天，我像往常一样坐在监控屏幕前发呆，突然我看到屏幕上出现了几个人影，不是怪物，是人，活人。我一下子坐直了身体，凑近了屏幕，确实是人，有男有女，大概有10几个人，都穿着迷彩服，手里拿着枪，动作很专业。他们是从大门那边进来的，动作很利落，进门之后立刻散开，呈战斗队形，朝着办公楼的方向推进。遇到怪物，他们抬手就打，枪法很准，基本都是一枪爆头。是军人还是别的什么人？我心里一阵激动，终于有人来了，是不是政府派来的救援队？是不是我们终于可以出去了？我刚想喊我爸过来，突然又停住了。不对，如果是政府的救援队，为什么只有10几个人？而且他们的装备看起来不像是正规军。还有，他们为什么要往办公楼里冲？那里全是怪物，冲进去不是送死吗？除非他们知道里面有什么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他们会不会是冲着 X 病毒来的？毕竟这东西是生物武器，价值连城。在这种乱世，掌握了病毒，就等于掌握了一切。我越想越觉得有可能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他们发现地下实验室只是时间问题，到时候我们怎么办？他们会放过我们吗？还是会杀了我们灭口？我咬了咬牙，站起身去找我爸。我得把这件事告诉他，不管是好是坏，我们都得做个决定。我爸听完我的描述，沉默了很久。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他看着我问。我想了想，说：关上门，装作不知道。他们找不到地下实验室的入口，自然就会走。如果他们找到了呢？那就……我顿了顿，眼神冷了下来。那就让他们永远留在这儿。我爸看着我，看了很久，然后他笑了。好，他说，不愧是我儿子。我妈在旁边听得脸色发白。你们要杀人？妈，我看着他，语气很平静。不是我们想杀人，是他们找上门来的。如果我们不杀他们，死的就是我们。可是没有可是，我打断他。在这个世界里，心软的人活不下去。我妈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还是没说出话来。她知道我说的对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开始做准备。我爸把地下实验室的防御系统都打开了，门口的毒气装置、走廊里的电击网，还有监控室里的总控制台。原来这里的防御这么严密，本来是为了防止有人盗取病毒样本的，没想到现在用来防人了，真是讽刺。我们还把所有的武器都找了出来，除了我们带来的那些。实验室的安保柜里还有2把枪和不少子弹。我开始练枪，以前我从来没碰过枪，打不准，但没关系，地下实验室的走廊很长，足够我练习。练了几天，虽然还做不到100发100中，但近距离打脑袋问题不大。那些人还在厂区里，他们似乎把办公楼清理干净了，在里面安了甲，每天都有几个人出来巡逻，还有人在厂区里搜集物资。他们暂时还没发现地下实验室的入口，但我知道这只是时间问题。他们既然是冲病毒来的，就肯定会找到这儿。我们能做的就是等他们找上门来，然后给他们一个惊喜。这一天终于来了。那天下午，我正在监控室里盯着屏幕，突然看到办公楼后面出现了几个人影，他们找到了那个小门。我心里一紧，立刻拿起对讲机：爸，他们来了。知道了。我爸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，很平静：你去监控室守着，指挥。我和你妈在第一道防线等着。好。我放下对讲机，深吸一口气，坐直了身体，盯着屏幕。屏幕上那几个人正在研究那扇小门，其中一个人似乎认出了这是什么，兴奋地跟其他人说着什么。然后他们开始想办法开门，先是用撬棍撬，没撬开，然后又用枪打锁，也没用。最后他们拿回来一个 C4 炸药，还挺专业。轰的一声巨响，门被炸开了。烟雾散去之后，几个人举着枪，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。他们沿着楼梯往下走，很快就到了底部。但那扇厚厚的金属防爆门，他们是无论如何也炸不开的，至少凭他们带的那点炸药不行。领头的那个男人看起来很
生气，对着金属门骂骂咧咧的，还朝着门开了几枪。当然屁用没有，我冷笑了一声，按下了控制台上的一个按钮。走廊的通风口里喷出了一股白色的气体，是麻醉剂。我爸说这是以前用来制服失控实验体的，见效很快，吸入一口就能晕过去。屏幕上那几个人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，想要往回跑，但已经晚了，他们一个个摇摇晃晃的倒了下去。不到10秒钟，走廊里就躺倒了一片。我又等了几分钟，确认他们都晕过去了，才打开了金属门。我和我爸走了出去，一人手里拿着一把枪。我妈没让他出来，让他在里面等着。一共6个人都晕过去了，领头的是个30多岁的男人，留着寸头，脸上有一道疤，看起来很凶悍。怎么办？我问我爸。我爸看了看地上的人，又看了看我，你说呢？我想了想，说都杀了。我爸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。都杀了？他问。办公楼里还有不少人呢，杀了这几个，其他人迟早会找来，那就一起杀。我说他们既然是冲病毒来的，就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今天放了他们，明天他们就会带更多人来，到时候死的就是我们。我爸看着我看了很久，然后他叹了口气说，你比我狠。我没说话。狠吗？也许吧，但在这个世界里不狠活不下去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爸问。我想了想，说留一个活口，问问办公楼里还有多少人，火力怎么样。问完了，我顿了顿，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。我爸点点头，行，听你的。我们挑了那个看起来最怂的瘦子，把他弄醒。他醒过来之后，看到我们手里的枪，吓得脸都白了。我没跟他废话，直接问你们一共多少人。他哆嗦着说20多个，都有枪，都有。办公楼里还有多少人？十几个。我又问了几个问题，他都老老实实回答了。问完之后，我看了我爸一眼，我爸点了点头。我举起枪对准了他的脑袋，别杀我。他吓得尿了裤子。我什么都说了，求你别杀我。我没说话，扣动了扳机，砰，子弹打穿了他的脑袋，他的身体抽搐了一下，不动了。我放下枪，面无表情。这是我第一次开枪杀人，但奇怪的是，我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既不害怕也不愧疚，就像是才死了一只蚂蚁。我爸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没说话。我们把剩下的5个人也都解决了，然后把尸体拖到了一边。接下来就是办公楼里的那些人了。我有一个计划，当天晚上我们行动了，我和我爸2个人2把枪，我们从地下实验室出来，绕到了办公楼的侧面。办公楼里亮着灯，还有说话声传出来，他们似乎在庆祝什么，又笑又叫的，还开了酒，真是心大。我和我爸对视了一眼，点了点头。我走到办公楼的后门，掏出我爸给的钥匙，打开了门，门没锁，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想到有人会从厂区内部摸进来。我们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，1楼大厅里没人，声音是从2楼传来的。我们沿着楼梯悄悄往上走，2楼是个大会议室，门开着，里面灯火通明。我凑过去往里面看了一眼，里面大概有10几个人围坐在会议桌旁，喝酒吃肉，说说笑笑的。桌子上放着几把枪，看来他们确实没什么防备。正好我朝我爸使了个眼色，我爸点点头，举起了枪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猛地推开门，不许动。里面的人都愣住了，齐刷刷的看向我们。你他妈谁啊？一个大胡子看起来像是2把手，骂了一句。我没跟他废话，抬手就是一枪，砰，子弹打在了他的脑袋上，他直挺挺的倒了下去。其他人这才反应过来，纷纷去拿桌上的枪，但已经晚了。我和我爸一人1把枪，对着会议室里就是一通扫射，砰砰砰，枪声在密闭的空间里格外刺耳，惨叫声、倒地声、酒杯碎裂声混在一起。不到1分钟，会议室里就安静了，满地都是尸体，血淌了一地。我喘着粗气，手里的枪还在冒烟。我爸也好不到哪儿去，胸口剧烈起伏着。我们2个人2把枪干掉了10几个人，说出来都没人信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在他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偷袭就是这么简单。我走进会议室，挨个检查，还有没死透的就补一枪，确保所有人都死了之后，我才松了口气。都解决了？我爸问。我点点头，都解决了。我爸看着满地的尸体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们是不是太狠了？”我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爸，你忘了李雪了，忘了那个龙哥了，忘了我们是怎么从家里逃出来的了。”我爸张了张嘴，没说话。在这个世界里，对别人心软就是对自己残忍。我说：“我们不杀他们，他们就会杀我们，没有第3条路。”我爸沉默了很久，最终叹了口气，点了点头：“你说的对。”那天之后，厂区里就彻底安全了，怪物被那些人清理的差不多了，剩下的也不多。我们花了几天时间，全部解决掉了。那些人的武器和物资也都被我们收了起来，枪、子弹、食物、水，还有不少有用的东西。我们的生活质量一下子提高了不少。我妈一开始还不太适应，总说我们手上沾了血会遭报应的，但过了一段时间，她也就不说了。她也明白，在这个世界里讲道德是没用的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从地下实验室搬了出来，住进了办公楼。办公楼里有暖气，有热水，还有不少房间，比地下实验室舒服多了。白天，我和我爸会在厂区里巡逻，清理漏网的怪物，还会种点蔬菜。厂区里有一块空地，以前是花园，现在被我们改成了菜园。我妈负责做饭，收拾屋子，还养了几只鸡，是我们在厂区食堂后面找到的。本来是准备杀了吃肉的，我妈说留着下蛋，就养了起来。日子过得很平静，平静的有点不真实。有时候我会站在办公楼的楼顶，看着远处的城市，那里一片死寂，没有灯光，没有人声，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嘶吼。曾经繁华的城市，现在变成了一座死城。我不知道
知道外面还有没有其他幸存者，也不知道政府还在不在，更不知道这场灾难什么时候会结束，也许永远都不会结束了。但那又怎么样呢？至少我和我爸妈都还活着，至少我们有一个安全的家，至少我们还有未来，这就够了。我转过身，朝着楼下走去，我妈在下面喊我说饭做好了。夕阳照在我身上，拉出长长的影子。我握紧了手里的枪，不管未来还有什么危险在等着我，我都不怕。为了活下去，为了我爸妈，我可以变成任何样子，哪怕变成一个怪物。